娘，储秀宫的衣服破了，你这奴才洗的时候不长眼。那衣服送来就破了，是公公不敢找贵人对质，才诬陷奴婢。死到临头还敢顶嘴，重重的打！爹为了3两碎银，让官兵把娘抓走干苦差抵债。我入宫洗衣，十指生疮，就为了能攒够银子救我娘出来。爹，求你救救娘，别让他们带走她，我以后少吃饭，我能干更多活。滚开！官府说了，把你娘送到边境去干苦差，就能换这3两银子。不卖了她，全家都得饿死。跑！别管娘，去京城，只有在那儿你才能活命。我不走，我要救你出来。走啊，去京城学本事，赚了银子再来救我。跑，别回头。嬷嬷，这是奴婢入宫1年攒下的所有月钱，求嬷嬷救命！奴婢想活下去，我要救我娘。天爷，像，真的太像了。嬷嬷，救我！你这双眉眼竟长得和那位长得一模一样。像谁？谁不知道先皇后渊儿是皇上唯一爱入骨血的命？自她死后，皇上心如死灰，宫里见过那张脸的人早没几个了。这丫头就是我飞黄腾达的活招牌。丫头，你有这张脸，你的大造化在后头呢。嬷嬷，只要能活下去，只要能赚银子救娘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先把命保住，过2日后务府选人，老身送你一程。不等，攒够了钱就能救娘了。娘，等我，我一定回来救你。快了，只要攒够3两银子，娘就不用受苦了。丫头，吃口饭吧，这新者库的活儿，没个好身子骨可熬不住。多谢嬷嬷，有这馒头稀饭，还有月钱拿，比在荆州强100倍。荆州大旱3年，我见过人易子而食，只要能救娘，这些罪我都能受。哟，咱们新者库的勤快人躲着数什么宝贝呢？还给我，那是救我娘命的钱。救你娘？你娘不是被卖了吗？怕是早就烂在地里了。你闭嘴！不许你救我娘！还给我！奴才，还敢跟我动手！我姨姥姥可是内务府长室姑姑，得罪了我，让你连狗都不如，遭报应的！哼，给我打！让他知道，在这新者库，谁才是主子！在这宫里，命最不值钱，滚远点吧！我还没死，我一定会爬上去救我娘，杀你们！为了救娘，我必须熬下去。翠云，今日之辱，我必100倍奉还。丫头，去给翠云磕个头，认个错吧。在这宫里，命如草芥，弄死个奴才比踩死蚂蚁还容易。我没做错，为什么要跪他？你到现在没被他们弄死，是因为你还有用。
等祸事来了，你就知道了。有用？我一个低贱的洗衣奴，能有什么用？于贵人的衣服谁洗坏的？这是掉脑袋的罪！给杂公站出来！公公，是秋蝉，奴婢亲眼看到他拉扯坏了绸子，他平日里就手脚粗鲁，心怀怨恨。公公冤枉，那衣服是翠云负责的，奴婢碰都没碰过。咱家不管是谁，储秀宫那边要个交代，总得有人去死，拿出去重打30大板。苏公公，奴婢冤枉，是翠云害我，救命啊！闭嘴！公公能不知道是谁干的？翠云有内务府的后台，这锅你不背谁背？30板子下去，活不活的看你命。我不能死，我娘还在等我。这30大板滋味如何？我早说过，像你这种没根基的蝼蚁，踩死你就跟碾死臭虫一样简单。你故意毁了贵人的衣服，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害我。我不把你当垫脚石，于贵人怎会觉得我机灵？如今我成了替罪有功的人，要去储秀宫享福了。你呀，就在这儿等死吧。等我成了皇上的女人，你怕是连骨头都烂透了。婵儿，活下去，一定要活下去！快跑，去京城，别回头，永远别回来！我不能死，我还没有救出娘，我一定要自保。奴婢求嬷嬷救命，奴婢想活，奴婢要翻身，我要救我娘。你这丫头，命倒是硬得离奇，野心也不小。只要能活下去，只要能爬上去，奴婢什么苦都能吃。像，真是越看越像，简直是那位的翻身。嬷嬷，丫头，你有这张脸，你的大造化在后头呢。宫中见过先皇后的人寥寥无几，这丫头将是我飞黄腾达最好的筹码。先把命保住，过2日右五府选人，老身送你一程。娘，等我，我一定回来救你。嬷嬷的药救了奴婢的命，秋蝉定不敢忘嬷嬷的再造之恩。你这命确实硬，不过你这双招财的眉眼却是天生当主子的命。奴婢不敢，奴婢只想在这吃人的深宫里挣扎着活下去。各宫娘娘即将在内务府挑人，这是你翻身的唯一造化，也是老身的造化。奴婢明白，只是苏德夫一直盯着奴婢，恐怕没那么容易脱身。那老东西最是心狠手辣，此事绝不可让他察觉，否则咱们都得没命。主公公想拿我抵罪，若被他拦下，我这辈子都只能在这井底烂掉。若有朝一日你登了高位，别忘了拉扯老奴一把。若真有那日，嬷嬷便是秋蝉的亲生父母，定倾力相报。孙嬷嬷，这一大早的，您老急吼吼的带着个奴才往哪儿钻啊？苏公公贵人多忘事，今日内务府选人，秋蝉的名字我上月就报上去了，现在我们要赶过去候旨。若是耽误了贵人们挑选，你苏德少担待得起吗？好得很。孙嬷嬷不愧是宫里的老人，做事果然滴水不漏。秋蝉，希望你真能入了贵人的眼，否则这新者库的脏井里多的是死的不明不白的冤魂。他这是在告诉我，选不上，我就只能死在那口井里。走，别听那些没影的胡话，有老身在，还没人能在这儿动私刑。爬得越高，摔下来的时候才越碎。咱家在井边候着你。嬷嬷，要是奴婢今日没被贵人选上，苏公公他真的会……
这宫里没有钥匙。今日你若留不下，老身也没本事从苏德夫手里救你第二次。奴婢明白，哪怕是刀山火海，奴婢也绝不退缩。凭你这双眼，只要不自己作死，破天的造化少不了。走。玄雄，这里的每个人都想往上爬，我这一身残片，真的能争得过他们吗？选秀开始。娘，为了接你回家，秋池这条命就豁出去了。哟，这不是咱们新者库的硬骨头吗？苏公公特意托我带个话，他在井边给你备好了送行酒。你为什么非要我死？因为你挡了我的路。只要你在这世上一天，我就觉得晦气。你这种地上的烂泥，就不该肖想不属于你的位置，回你的新者库等死吧！于贵人驾到！奴才内务府刘福参见于贵人。刘公公免礼，储秀宫人手不够，本宫今日特来挑几个合眼缘的。这位贵人为何这样盯着我？难道被他识破了我的身份？你们几个往后就是储秀宫的人了，还不快向主子谢恩！果然，翠云故意跳过了我。若今日选不上，苏公公绝不会放过我。兰贵妃娘娘驾到！于妹妹，你这动作倒是快，这就调好奴才了。既然妹妹挑剩了，那本宫可要好好瞧瞧这些无人要的边角料了。这就是兰贵妃，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毒妃，千万别看到我。哪儿来的疯狗奴才，竟敢冲撞娘娘凤驾，死到临头了！来人，快把这不知死活的奴才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如果在这儿被打死，娘就真的没救了。我得活下去。放开我！娘娘息怒，娘娘饶命！惊了本宫的驾，扰了本宫的兴致，你还有什么遗言？娘娘恕罪，并非奴婢有意冒犯，实在是内务府这地生的不平。娘娘千金之躯，若是因为这地面的坑洼损了凤族，那是内务府万死的罪过。奴婢愿为肉垫，请娘娘踩着奴婢下辇，以免污了您的金缕。哦，踩着你下辇，在这后宫里，敢把这种奴才话讲得如此动听的，你还是第一个。只要能活，这算什么？骨头倒是挺硬，叫什么名字？回娘娘，奴婢秋蝉。
秋蝉，这名字本宫记住。于妹妹，你挑奴才的眼光还是太嫩，这种有灵气的还是得跟在本宫身边。娘娘教训的是，刘福，这奴才本宫带走了。哎呦，是，既然娘娘瞧得上，是这丫头的福分。闯过了这一关，后面就是真正的虎穴了。于妹妹好心机，挑的奴才都是这般木讷相貌，是怕他们爬了皇上的龙床吗？嫔妾不敢，娘娘教训的是，这2名奴才本宫用腻了，赐给你储秀宫吧。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怎么，伺候于慧人是委屈你们了？谁若是不愿，现在就拉去慎刑司乱棍打死。嫔妾谢娘娘赏赐。明面上是赏赐，实则是钉入储秀宫的死钉子。在这深宫里，美貌竟是取命的符。回宫，这内务府的空气，本宫待久了心生烦躁。娘娘把你带回来，那是你祖坟冒了青烟。但这朝阳宫不养吃干饭的闲人，去，先把后院扫了。是，奴婢明白，这就去。秋蝉，死哪儿去了？贵妃娘娘要被水洗脚了，还不滚过来伺候？是，奴婢立刻准备。奴婢这就去准备。嬷嬷息怒。记住了，水送到偏厅门口就滚，莫要在那儿瞎晃荡。若碍了娘娘的眼，自吸你的皮。于嫔那个狐妹子，竟敢仗着肚子里那块肉，连皇上的人影都勾走了，本宫非撕烂她的脸不可！哼，秋蝉，别躲了，快起来吧，你的大造化到了。翠云，你现在是储秀宫的人，来朝阳宫做什么？于嫔娘娘怀了皇嗣，这2日又口不开，偏偏听闻你这奴才在新者库时擅做栗子糕，娘娘点名让你去给小皇子做点心，这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栗子糕？可我是朝阳宫的奴婢，没娘娘准许，私自离宫是死罪。少废话，那可是皇嗣，若是耽误了娘娘用膳，惊扰了肚里的小皇子，你1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。磨蹭什么？还不快走！走快点，耽误了于嫔娘娘用膳，你这不入流的东西，赔得起吗？奴婢知道，只是头回进储秀宫，有些腿软。腿软？能进这大门是你祖上积德。记住你的身份，你不过是这后宫里最不值钱的草芥，别想那些有的没的。奴婢不敢。娘娘说了，于嫔那肚子让她很不开心。这事儿办成了，你就是朝阳宫的1等宫女，往后没人敢欺负你。嬷嬷。
这可是谋害皇嗣的重罪。敢背叛娘娘，老身会让你死的比你那远在边境的娘还惨！你这双眼长得可真像那个人，可惜生在了奴才身上，白瞎了这副好皮囊。奴婢明白。秋蝉姑娘还没好吗？娘娘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再不出锅，大家都要跟着吃挂历。快了，这就快了，正在捏最后几个形。秋蝉还没端出来，娘娘传话了，立刻呈上去。这就好了。奴婢参见于嫔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翠云说你这糕加了好东西，本宫卧床多日，倒要好好尝尝你的手艺。磨蹭什么？还不快给娘娘呈上去！大胆奴才，竟敢御前失仪，惊扰了皇嗣！奴婢该死，奴婢手滑打翻了娘娘的点心，求娘娘责罚。罢了，看来本宫是没这口福了。既然打碎了，你便退下吧。谢娘娘宽典，奴婢告退。各位大人，奴婢犯了何事？胆大包天的奴才！于嫔娘娘方才腹痛难忍，太医查出你送去的残渣里内含剧毒。不可能！那糕点明明已经摔碎了，娘娘根本没吃。物证确凿，那盘糕点就是你下毒的铁证。说，是谁指使你谋害皇嗣的？不是我，我没有下毒，冤枉啊！大刀！渊儿，朕此生唯你一人，江山万里，皆不及你一回眸，朕定不相负。陛下，臣妾身子不济，往后不能再担在陛下身侧了。渊儿！渊儿，是你吗？渊儿，皇上圣体要紧，这不过是个卑微的洗衣奴，刚因谋害皇嗣被抓，奴才这就叫人把他拖远些，乱棍打死，免得脏了您的眼。放肆！谁准你这么跟他说话的？滚开！朕还没死，你们就敢这样按着他？皇上，皇上，奴婢冤枉，奴婢没有下毒，真的没有。朕知道，朕在这里
传朕旨意，谁敢动他一根指头，朕要他满门抄斩！他在看我，却不是在看我。这双眼睛，是我地狱般的生机，也是我万丈深渊的陷阱。摆驾储秀宫，朕倒要看看，谁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冤枉朕的人。皇上，臣妾的肚子真的好痛，这奴才心狠手辣，竟在典下里下了大剂量的红花。若非臣妾福大命大，咱们的孩子怕是见不到明日的太阳了。秋蝉，朕再问你一次，这储秀宫与你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到底是谁指使你谋害皇嗣？皇上，奴婢从未受人指使，更没有在糕点里下过一星半点的毒。证据确凿，太医都验出了红花，你这小奴才竟然还敢在皇上面前信口雌黄！皇上，这奴才分明是在拖延时间，企图蒙蔽圣听，应该立刻拉出去乱棍打死！兰贵妃，朕审奴才的时候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在旁边指手画脚了？臣妾也是担心皇嗣安危，一时情急，请皇上恕罪。你若有任何委屈，现在直说，朕替你做主。皇上，奴婢深知后宫凶险，若真要害人，绝不会用这种随手就能被查出来的破绽法子。这就是证据，这是奴婢在糕点下锅之前特意为自己留下的模样。胡说！谁知道你这块糕点是不是提前准备好用来脱罪的假证？娘娘明鉴，栗子糕虽然寻常，但朝阳宫近2月从未领过栗子和面粉，奴婢拿什么提前准备？请太医查验，若这一块里有毒，奴婢甘愿受凌迟之刑。太医，验！里里外外给朕验得清清楚楚。启奏皇，这块糕点的内心确实干干净净，绝无半点红花成分。皇上，若是奴婢下毒，定会将毒药拌进面团，让每一口都致命。请太医再验地上那些碎块，看看毒到底是拌在内心里的，还是撒在表皮外的。皇上，地上这块碎掉的糕点，毒粉居然只浮在表皮之上，内心也是干净的。糕点是奴婢亲手做的，毒却只在淬炼后的表皮上，这说明有人在奴婢打碎盘子之后，趁乱往碎片上撒了红花粉，想要借此置奴婢于死地，陷害主位。看来有人是把朕当成了傻子，想在朕的眼皮子底下演戏啊！不可能，这该死的奴才怎么会留着模样？皇上，奴婢卑微，却也知命重如山，不敢有半分逾矩。孙嬷嬷说的对，这张脸，这双眼，就是我在这深宫里杀人不见血的刀，也是我最硬的底牌。这般倔强，这般机敏，渊儿，当初你受了委屈，也是这般看着朕。
像了，连这骨子里的不任性都和他一模一样。朕的眼皮子底下，竟然养出了你们一群祸害，构陷同僚，谋害皇嗣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！来人，将这搬弄是非的小太监和翠云拖下去，直接杖毙，一个也不许留！皇上饶命，奴婢知错了，奴婢不是故意的，不要杀我，我也想活命啊！皇上，奴婢冤枉，奴婢不过是个听命行事的奴才，没人指使，我哪敢动红花？是受人指使，是兰贵妃，是她要除掉秋蝉，是她指使奴婢。畜生！你敢攀咬本宫！你这丧心病狂的东西，自己犯下滔天大罪，竟然还敢构陷上位！本宫今日就替皇上先打烂你这张胡说八道的嘴！兰贵妃，你这般急着动手，是怕他供出什么朕不该听的话吗？臣妾是一时气愤，见不得这种卑主的畜生胡言乱语，请皇上明察。你这奴才，今日倒是让朕看了一场精彩的戏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贱名秋蝉。名字虽平平，但这双眼睛生在这新者库的安杂地方，实在可惜了。皇上，臣妾今日虽受了惊吓，但细想之下，实在深感不安。臣妾方才受了小人挑唆，差点让皇上冤枉了这丫头，想来真是愧疚难当。哦，爱妃想如何？这丫头不仅救了臣妾的皇嗣，更有一颗玲珑心。不如皇上帮臣妾给她一个恩典，赐她为答应，也算全了臣妾的补偿之意，可好？既然你如此贤惠，朕便如了你的愿。传朕旨意，朝阳宫宫女秋蝉聪慧伶俐，救驾有功，即日起册封为答应，赐居清凉院。哼，渊儿，朕终于找回你了。他不是在帮我，他是故意的。他知道兰贵妃视我如眼中钉，这一封赏等于把我架在火上烤。他要害的不仅是兰贵妃，他要把我变成这后宫众人的活靶子。秋美人，
这后宫的路可比新者库的洗衣厂要滑得多。咱们的日子还长着呢，你且看你这张脸能保你到几时？救命恩人，活靶子！既然你们都想拿我当棋子，那我就把这盘棋杀个干净。娘，为了活下去，婵儿只能变成这宫里最坏的人了。柔答应，这些都是奴才亲自带人去库服精挑细选的，那里不少物件都远超了答应的分力。您瞧这尊红山图，还有这南阳进贡的珍珠，可还入得了答应的眼？刘公公，那日你在内务署调集人手，想将我乱棍打死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有今日？哎呦，答应，奴才那日也是被猪油蒙了心，听了旁人的闲话。旁人的闲话，说来听听。奴才该死，往后奴才就是答应身边的一条狗，一定尽心伺候。东西我收下了。刘公公，带话给我的那个人，如今在哪儿？答应放心，翠云那丫头冲撞皇寺，昨儿个半夜就被杖毙在慎刑司了。连他那些在内务局当差的亲戚也全都下了大狱，这陷害皇嗣的罪，他只能带进土里了。死无对证，这替罪羊死得如此干净，后宫的动作果然快得吓人。柔答应驾到，请答应安。你们都退下吧，我想一个人在以前做活的地方待会儿。秋珍，那个低贱的洗衣奴已经死了，现在活着的是一只鬼。嬷嬷，计划成了一半，于平算准了皇上会保我，甚至不惜以身入局。我想知道他凭什么这么笃定？皇上会为了一个奴才动兰贵妃的人？后宫这些女人，哪个不是熬干了青春，在这宫里枯坐3年，谁不想先皇后的位子？那是他的野心，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因为你这张脸，你的眉眼，与已故的先皇后有9分神似。神似，所以我不过是一个死人的替代品。想活命就别嫌身份贱，在这宫里是影是真又如何？只要能受宠，你就是天。替身也好，影子也罢，嬷嬷，我要你帮我办一件事。答应，请讲。劳烦嬷嬷亲自去一趟荆州边境，寻得我娘接来京城。接人容易，可要是皇上问起来，你这身份背景，怕是不好交代。我的身份是孙嬷嬷您一手操办的，现在改来得及。告诉我娘，她女儿在京城发了财，让她一定要活着来京城。答应放心，老身拼了这把老骨头，也会把人安稳接回来。娘，只有把你接回身边，我才敢在这刀尖上继续走下去。这就是先皇后喜欢的妆容吗？清冷孤傲，却又带着一丝易碎。3分像就能换一条命，若是我表现得10分像，是不是连命都能改？答应天姿国色，今晚定能让皇上惊为天人。天姿国色不过是前人留下的余印罢了。柔美人接旨，恭喜柔美人，今夜皇上翻了您的绿头牌，这就请美人准备准备，轿子就在外头候着。
奴婢熟视领旨。美人儿，侍寝的时候多在那位面前提奴才的名字，奴才感激不尽。兰贵妃、余嫔，你们都看着了，这入场券我拿到了。走吧。你终于肯入朕的梦了，朕等了你3年，整整3年。为什么要走？为什么丢下朕一个人守着这冷冰冰的江山？皇上，您醉了，奴婢不是醉，朕清醒得很，只有醉了，朕才能看见你，看见朕的渊儿。渊儿，是朕错了，朕不该和你置气，朕再也不让你离开朕的身边，哪怕是死，你应这一生好不好？我是秋蝉，是新者库那个洗了1只年脏衣服、命如草芥的奴才。这张脸是我唯一的保命体，如果今夜他不满意，明天我就要回那口枯井。陛下，我在。你说什么？臣妾回来了。你再说一遍。臣妾一直在，从未走远。朕就知道，你终究是舍不得朕。朕给你的清凉院，喜不喜欢？若不喜欢，朕明日便让内务部修缮坤宁宫，接你回家。回家？那是这宫里最高最冷的囚牢，也是先皇后的葬身之地。清凉院很好，只要能伴着陛下，臣妾在哪里都好。渊儿，这后宫女子千千万，原来到头来，活人终究斗不过死人，这就是权力的滋味。林子潇，既然你爱的是这张脸，那我就用这张脸换我娘的命。娘，等我，我这就接你回家。皇上还没起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？皇上可是3年没误过早朝了。这位柔美人，怕是这宫里要变天了。传旨内务府，柔美人承恩有功，即刻进封。皇上有旨，柔美人聪慧贤良，甚合朕心，特晋封为美人，赐号柔，即日移居清凉院正房。臣妾领旨，谢皇上隆恩。柔贵人，这可是先皇后仙逝以来第一份皇上亲自拟定的封号，可见皇上对您的器重。听说了吗？昨晚皇上可是整整留宿了1宿，从宫女到美人，1天之内跨了2级。这位柔主上不简单呐！美人，这只是开始。哟，柔贵人这是发了大财了，整个清凉院都要被金子填满了。黄嬷嬷，贵妃娘娘有什么吩咐？吩咐谈不上，只是娘娘听闻贵人刚从新者库出来，怕你忘了本分，特赏你个洗脚盆儿。贵人以前在新者库最擅长伺候人的活儿，往后多帮皇上洗洗脚，说不过位分还能再往上窜窜。谢娘娘赏赐，臣妾卑微出身，这洗脚盆确实更合臣妾的心意，定会好生收着。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妖精！
你真以为爬上龙床就是凤凰了？嬷嬷教训完了吗？呸！背住爬床的东西！兰贵妃娘娘说了，这宫里枯井多，当心哪天你就掉下去，连个全尸都留不下。走！这一巴掌我记下。嬷嬷走慢些，这地很快就要不平了。娘娘，这是内务府刚送来的玉颜膏，说是掺了深海珍珠粉的，您快敷上，不然万一落下印子可怎么？收起来，这点小伤现在还不能好。娘娘，这脸可是咱们女子的命根子，更是您承宠的本钱呀！万一皇上过会儿瞧见了，嫌弃了，嫌弃？他不会嫌弃。这张脸若是白白净净的，皇上瞧见的只是恩宠；可若是这张脸受了委屈，皇上瞧见的就是朝阳宫对他的挑衅。兰贵妃，你扇我这一巴掌，我要你赔上一条命，再搭上你那永阳侯府的半世荣华。爱妃，朕听闻内务部送来的缎子不合心意，朕亲自带了。谁打的？朕在问你，是谁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动朕的女人？皇上别问了，是臣妾，是臣妾走路不稳，自己撞在门框上的。撞在门框上能撞出5个手指印。秋蝉，你当朕是瞎子，还是觉得朕护不住你？说，今日朝阳宫的人到底来干了什么？皇上开恩，是朝阳宫的黄嬷嬷，她说贵妃娘娘怕柔贵人忘了本分，特意送了个旧木盆来，还说贵人以前最擅长洗脚，让贵人别忘了手艺。送了一记耳光，还让朕的贵人去当洗脚衣。渊儿，朕绝不会让任何人再这样践踏你的尊严。传朕旨意，召刘福领旨。皇上有旨，朝阳宫老奴皇室御前师仪恃宠生骄，欺凌主位，即刻拖往慎刑司杖毙。兰贵妃教导不严，德行有亏，罚俸半年，禁足3月，抄写佛经100卷以正其心。贵人娘娘，这是皇上特意叮嘱的祛瘀良药。皇上说今晚他还要来看您，请您务必保重身体。兰贵妃，你以为你能在这后宫一手遮天？只要我这张脸还在，只要他心里的那个影子不散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翻身。这一巴掌真的挨得很直。嫔妾给余嫔娘娘请安，快起来！如今妹妹盛宠正浓，这清凉院里里外外透着喜气，住的可还舒心？嫔妾不敢，还要多谢娘娘当日在储秀宫的皮鞋之恩，秋蝉没齿难忘。不知娘娘今日大驾光临，可是有什么地方用得着嫔妾？他就这么坐着，半个字也不说，这是在比耐心，还是在等我先自乱阵脚？这清凉院的茶倒是比储秀宫的要有灵气。娘娘若是喜欢，嫔妾一会儿让人给娘娘装上一些带回去。不必了，茶再好，喝多了也容易心慌。今日坐的久了，本宫乏了。嫔妾送娘娘。好妹妹，今日你我聊得实在投机，本宫已经许久没遇到这般知心的人了。娘娘自重，这大庭广众的，您这是要把嫔妇架在火上烤？妹妹这说的什么话？本宫只是觉得和你投缘，咱们既然是一条船上的，
何必见外？谁和你是一条船上的？说我今日就把真相告诉兰贵妃，说你我并无交情呢。去告啊！你觉得从那盘点心开始，再到黄嬷嬷的命，她还会信你？全后宫都瞧见了，是本宫推你上的龙床，你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你从一开始就算准了要拿我当挡箭牌。妹妹多虑了，往后在这宫里，你只有靠着本宫，才能挡得住兰贵妃那个疯子的怒火。好妹妹，过2日本宫再来，你记得把那栗子糕备着，本宫最爱吃那个。好一个借刀杀人！他故意制造联手的假象，就是要兰贵妃先弄死我。小姐妹，柔贵人竟真的和于嫔联手了，这下朝阳宫哪位怕是要疯了。既然你们都想让我死，那咱们就看看，到底谁先变成这宫里的枯骨。奴才，你竟还敢来！你勾结于妃，害死本宫的黄嬷嬷，是想来本宫面前讨死吗？嫔妾此来，并非为了求饶，而是为了救娘娘的命。救本宫？你这种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也配在本宫面前谈救命？于嫔心机深沉，她今日能借嫔妾之手折损娘娘的羽翼，明日就能借娘娘之手除掉嫔妾。她就是在利用嫔妾，故意在你我之间埋下死结，好坐收渔翁之利。离间！本宫看你这奴才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这一脚是替黄嬷嬷赏你的。娘娘，嫔妾不过是这宫里的蝼蚁，可于陪腹中的皇嗣才是娘娘真正的心腹大患啊！你什么意思？他故意吃下假毒糕点，就是算准了嫔妾这张脸。他知道皇上对先皇后情深骨髓，所以故意让嫔妾得宠，引诱娘娘在盛怒之下对我出手。只要娘娘动了手，那就是在挑衅皇上的逆鳞。娘娘，您还没看明白吗？他这是在拿他肚里的孩子换您的命。他会拿亲生骨肉开玩笑？这后宫中，孩子就是女人的命。在这宫里，恩宠才是命。只要能除掉娘娘，以后这后宫就是他于妃一人的天下。孩子，他还可以再生。娘娘，于嫔算准了嫔家会害怕，算准了您会愤怒，可她算漏了一点。算漏了什么？算漏了嫔妾也不想当别人的踏脚石。娘娘，嫔下愿自请搬入朝阳宫偏殿，嫔妾愿归于您的羽翼之下，日夜由娘娘监督。如此一来，嫔妾不必再受于嫔摆布，也能助娘娘一臂之力。你想在本宫眼皮子底下住着？秋蝉，你是真忠心，还是想找个近身谋害本宫的机会？嫔妾的生母还在受苦，嫔妾若想害娘娘，大可留在清凉院承宠，何必来这朝阳宫受这份罪？嫔妾只想活命，只想救母。这深宫之中，唯有娘娘的家世能保住嫔妾。你这胆子倒真叫本宫刮目相看，自请入朝阳宫。你是想保命，还是想帮本宫分宠？娘娘贵为一宗主位，嫔妾搬进来便是娘娘名下的人。只要嫔妾人在朝阳宫，皇上来看嫔妾，不就是来看娘娘吗？你想拿皇上来当筹码？这叫借花献佛。嫔妾出身卑微，若无娘娘扶持，这张脸不过是招祸的源头。于嫔阴毒，她想拿嫔家当刀，去捅娘娘的心。嫔家若留在清凉院，迟早被她灭口。借花献佛，你这算盘打得倒响。只要娘娘肯庇护，嫔妾愿为娘娘当着马前卒。那于培的肚子，才是娘娘最该防的人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想给本宫当狗，本宫成全你。记住了，若让本宫发现你有半分异心，哪怕皇上再宠你，本宫也能让你无声息地烂在这地砖下面，尸骨无存。嫔妾万不敢有二心，多谢娘娘收留之恩。
滚去侧殿待着，没事别出来碍本宫的眼。娘娘，您这步棋走的也太险了。兰贵妃喜怒无常，这分明是入虎穴啊！不疯魔不成活，在这宫里，老实人早就死在了心者库。于嫔想让我当棋子，那我就把这棋盘砸个稀烂，要么杀人，要么被人杀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他们全都沦为败者。于嫔娘娘贺柔贵人迁居之喜，赏金鼎燕窝一对。于嫔娘娘还真是体贴周到，嫔妾还没搬走，礼就到了。于嫔娘娘说了，柔妹妹身子单薄，到了朝阳宫可得多补补，免得气色不好。补身体，怕是补了这一回，嫔妾就没命受下回了吧？柔贵人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这可是娘娘的一片心意。拿回去，娘娘，这可是赏赐，哪有退回来的道理？告诉于妃娘娘，嫔妾搬家辛苦，这燕窝里加了什么好料，她心知肚明。既然她腹中皇嗣娇贵，这燕窝还是留给她自己压惊吧。你竟敢对皇嗣出言不逊！滚回去告诉他，想杀我，这种不入流的手段就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。娘，婵儿已经在刀尖上站稳了，从今天起，我会爬得比谁都高。兰贵妃、于嫔，地狱的大门，我替你们推开了。你这手倒是巧，皇上这几日总往本宫这儿跑，说是本宫这香点的好。嫔妾微末之计，只要能帮娘娘留住圣心，便是嫔妾最大的福分。若非你这双眉眼像极了那个人，皇上何曾这般听过劝？那是他的心尖宠。现在你是本宫的开路风，这张脸一定要护好。我是你留人的引子，却也是你刺向于嫔最利的神。听着，于嫔那肚子是本宫的眼中钉，只要那胎保不住，你想要的富贵，本宫翻手便能给你。又是公开水手，泼了油都让他站稳，埋了上香都被发现。那狐媚儿是属猫的，有9条命了。娘娘息怒，保重凤体。息怒，本宫现在只想杀人。禀娘娘，那个冲撞于妃娘娘的小太监，还没等侍卫拿下，就咬舌自尽了。死无对证，又是一个死无对证！本宫花了那么多银子，动用了那么多暗桩，最后就给本宫换回来一具尸体。一定是你，是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走漏了风声。娘娘，嫔妾在你眼皮子底下，哪有那个胆量？你给本宫闭门思过，没本宫的允许，不准踏出偏殿一步，滚！嫔妾领旨，谢娘娘恩典。柔贵人，娘娘让奴才来传话。今日储秀宫内遭险境，多亏贵人提前示意。哼，那抹油的石砖和藏在花盆里的麝香，不过是兰贵妃随手使的雕虫小技，保住娘娘也是保嫔妾自己的命。娘娘感念贵人，说待到这一胎平安生产，定会有重谢，保贵人一生荣华。重谢，在这宫里只有死人听不到谢字。你回去问问你家娘娘，她是想这10个月都战战兢兢地躲着暗箭，还是想一劳永逸？贵人的意思是，兰贵妃只要还在位忝，娘娘肚子里的这位小主子就永远做不稳。你是想等她下次得手，还是想反客为主？奴才定会将原话带到。开得再盛，若是根烂了，也过不了这个秋天。鱼儿咬钩了，这出戏该开场了。秋斩，你托人传的那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有法子除掉朝阳宫那位？
娘娘既然来了，心里便已经有了答案。兰贵妃家世显赫，永阳侯府在朝堂根深蒂固，皇上这些年都要让她3分，你凭什么能动她？兰贵妃背后有侯府，可娘娘肚子里有皇上的心头肉，只要她犯下不可饶恕的伤害皇嗣之嫌，侯府也保不住她。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！她是本宫的命，本宫绝不拿她涉险。娘娘觉得不涉险就能不得住她吗？昨日是石砖上的油，明日可能就是您床头的熏香，入口的参汤。兰贵妃这种人狠毒却没耐心，您是想保这孩子一时平安，还是想让他往后几十载都贵不可焉？只有让皇上亲眼看见他动了不该动的心思，这深宫才会有娘娘的清净地。娘娘好好想想，是舍这一分安稳，还是求这一世尊荣？嫔妾先行告退。废物，本是一群没用的饭桶，连个怀了孕的狐妹子都拿不下，本宫养你们何用？秋蝉，你站在那儿笑什么？是不是也在看本宫的笑话？娘娘恕罪，臣妾不敢。臣妾只是见娘娘动怒，心急如焚，正在为您寻死万全之策。哼，思索对策，你若真有那本事，本宫重重有赏。兰贵妃，你的死期是你自己亲手写下的。那个贱，那个狐妹子，她算个什么东西？昨夜皇上明明翻了本宫的牌子，酒才刚热，她竟然敢谎称惊梦动了胎性，把皇上生生抢走。娘娘息怒，于嫔娘娘毕竟怀着龙胎，那是皇上第一个孩子，皇上自然偏爱些。偏爱？那是偏心，那是诚心跟本宫难看。娘娘千万要忍住，她如今金贵，若是您此时发作，倒叫外人觉得您容不下皇嗣。忍？本宫忍得心口都要烧穿了。看着她那副得意的嘴脸，本宫恨不得现在就撕碎她。娘娘若是气闷，不如去御花园走走。于嫔，引线我已经点燃了，就看兰贵妃这串变烛什么时候炸响。于妹妹真是好兴致，昨夜折腾到大半夜，今日还有力气出来招摇。嫔妾见过贵妃娘娘，昨夜确实辛苦，皇上非要守着嫔妾和孩子到天亮。你少拿那块肉来显摆，有本事生出来才算本事。娘娘与其在这儿动怒，不如反省自己为何留不住皇上。也是，一个连孩子都怀不上的女人，在这深宫里确实没什么指望。你这卑微的东西，敢嘲讽本宫！孩子，我的孩子！兰贵妃，这一推，你推掉的是你最后的荣华。启奏皇上，于嫔娘娘直受了极度惊吓，幸而未伤及根本，皇嗣目前尚且安稳。安稳？若是今日摔得重一分，朕的第一个皇嗣就毁了。皇上，兰贵妃娘娘说嫔妾怀的是块肉，说嫔妾生不出，她还要推嫔妾。皇上，臣妾不是故意的，是他先用言语激怒臣妾。激怒你，你就可以当众对朕的龙种动手吗？当朕是瞎的，还是当这宫规是摆设？皇上，臣妾伴嫁多年，你不能为了一个奴才出身的女人就这样对我。你眼里还有朕吗？你伤害皇嗣，德行败坏，不仅无视国法，更无视朕。传朕旨意，朝阳宫贵妃兰氏谋害皇嗣未遂，性情暴女，即刻剥夺贵妃封号，褫夺位分，打入冷宫，终身不得出。林子孝，你这个薄情寡义的昏君，你会后悔的。爱妃受惊了，从今日起，朕封你为余妃，替朕掌管朝阳宫。臣妾谢皇上隆恩，定不负皇上所托。
兰贵妃进去了，于妃上台了，可这朝阳宫终究会姓邱。娘娘，皇上刚才差人传话，说您今日这身衣裳最是动人。动人？他喜欢的哪里是这身衣裳？他喜欢的是穿这颜色的人。这颜色是他生前最爱的。只要我穿着，皇上的心就在我这儿。娘娘，您总是把自己活成那个人的样子，心不累吗？在这吃人的后宫，累算什么？能活下去，做一辈子替身又何妨？只要能站稳这个位子，这具皮囊是谁的，我不在乎。孙嬷嬷传信说，已经打探到你娘的消息了。娘，离把你接回来的日子不远了。给柔主子请安，主子万福。起来吧，以后朝阳宫的规矩，按我的来。是，奴才明白。兰贵妃进冷宫那天，也是这样艳阳高照。这宫里的富贵，从来都是带血的。婵儿，朕总觉得你越来越像他了。臣妾就是臣妾，只要能陪在陛下身边，是什么样子都好。朕绝不会让你受半分委屈。这后宫，以后没人敢再欺辱你。怎么了？可是哪里不舒服？快传太医！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柔嫔娘娘已有了2月余的身孕。好，太好了！朕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等到了。这个孩子终究还是来了。刘公公，传朕旨意，晋封柔美人为柔嫔，赏清凉院上下，全宫同庆。奴才领旨，恭喜柔嫔娘娘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。臣妾谢皇上隆恩，定会为陛下保重龙胎。柔嫔娘娘有喜，晋位封嫔。皇上有旨，全宫同庆，赏银3月。给皇上请安，恭喜柔嫔妹妹，这可是咱们后宫天大的喜事啊！皇上，妹妹头一胎，难免紧张，嫔妾特意带了最稳妥的太医来。于妃有心了，你既然有经验，以后多教教柔嫔。皇上放心，嫔妾定会像照顾亲生骨肉般照顾妹妹，绝不让皇嗣出丁点差错。这种笑容，我在新者库见过太多次了，这是要吃人的前兆。那便辛苦于妃姐姐了，臣妾感激不尽。妹妹，这一胎你可得站稳了，我会好好保住你，直到你生不出来的那天。娘娘，这是何意？这可是陛下的骨肉。骨肉？这宫里死掉的骨肉还少吗？咱们的路还长着呢。滑石粉，他竟然连1天都等不及了。于妃，你想让我摔在这儿，但我偏要踩着你的尸体走上那至尊之位。娘娘，这盏血焰是于妃娘娘从母家特意寻来的，微臣已反复查验3遍，内里药性温和，无一丝杂质，确实是安胎补身的极品，请娘娘放心禁用。这几个月，于妃姐姐还真是费尽心机，
样样亲力亲为。于妃娘娘可真是赚了性子，不但日日请安，还送来这么多宝贝。瞧这料子，这补药对咱们娘娘简直比亲姐妹还亲。宫里人都说您二位是真交情，真交情。在这后宫里，越是周全到密不透风的善意，越是藏着致命的快刀。太医，你查的是药性，可你查不出那下药人的心。微臣愚钝，只知此药对龙胎大有复益。他现在把我养得越好，就是为了让我在产床上摔得越狠。于妃，你把清凉宫围得像个金丝笼，是想让我在最得意的时候悄无声息地死掉吗？娘娘，皇上交代了，清凉院的一切用度皆由于妃娘娘亲自把关。权力被架空，连一口水都要经她的手，这哪是跑胎，这是慢性处决。想要我的命，也得看你有没有那个胃口吞得下去。妹妹，本宫替你操碎了心。这位可是京城里最有经验的接生手，当年本宫生产时多亏了他。如今你临盆在即，万事有姐姐替你遮风挡雨。奴婢叩见柔嫔娘娘，定当竭尽全力保娘娘母子平安。这双手是用来接生的，有姐姐和这位老手在，嫔妾这心里总算踏实了。你我姐妹一场，在这深宫里相依为命，本宫定会保住皇嗣，绝不会让那起子小人有半点加害这孩子的机会。嫔妾命贱，一切全凭姐姐做主。记住了，产房里血气重，若是出了什么意外，那也是天意。娘娘放心，奴婢知道怎么让这意外看起来顺理成章，绝不留痕。皇上要的是孩子，本宫要的是清静。小桃，去查查那个稳婆的家里人，现在都在谁的手里攥着。娘娘，您是怀疑于妃娘娘她？不是怀疑，她是已经把屠刀架在了我的脖子上。当年是我教你如何利用孩子，博取圣宠，除掉兰贵妃。如今你竟想依样画谱料，在这产床上要了我的命。生产之日便是生死之举，于妃，你算准了天意，却算脱了我这颗从地狱爬出来的心。娘，婵儿还没接你回家，还没让你享一天的福，我绝不能死在这儿。既然你要在接生时动手，那我就让这产房变成送你归西的坟墓。柔嫔那边的香加进去了吗？加进去了。只要它一发动，血气冲了香气，大书写便神仙难救。哈哈哈！这一局，我看那张脸还怎么救他的命？孩子，别怪娘狠心，在这后宫里，只有娘活着，你才能活。于妃，咱们产房见。痛，这药为何还不见效？娘娘忍着点儿，头一胎总是艰难些。奴婢这不正给您顺着吗？陈太医呢？平日里给本宫请脉的，一直都是陈太医。启奏娘娘，陈太医昨夜突发急症，出宫问诊去了。微臣是太医院副手，受于妃娘娘委托，在此贴身照看。娘娘生产，绝不敢有一丝懈怠。于妃，你连这一时半刻都等不了了吗？
婵儿别怕，朕就在门外守着，朕在这里，谁也动不了你分毫。皇上，产房血气重，恐冲撞了龙气，您万万不可入内啊！您放心，里面的稳婆和太医都是臣妾精挑细选的，定能保妹妹母子平安。最好如此。若是柔妃和皇嗣出了半点差错，朕要整个太医院陪葬。娘娘要喝催产药了，尔等手脚粗暴，恐惊扰了娘娘。去门外候着热水。药不是刚才那一碗吗？娘娘，这是秘制的顺产药，喝了它，你很快就能解脱了，再也感觉不到痛了。果然，这是要借着生产要了本宫的命。娘娘，为了小皇子，您就快喝了吧。只要这一碗下去，万事都顺了。玉妃，你想要我死，那我便先送你的走狗上黄泉。滚开！你想干什么？娘娘疯了！疯的是你们！于妃派你们来杀我，真当我秋蝉是待宰的羔羊吗？皇上，救命啊！太医和稳嫔要杀我和皇子，皇上救我！婵儿，这怎么可能？稳婆刚才还说顺利的。滚开！左右是个死，杀了他，咱们家里人还能活。滚！皇上在外面，你们必死无疑！给朕撞开！开门！朕的旨意，立刻开门！畜生，给朕住手！护驾，给朕拿下这两个弑主害命的逆贼，碎尸万段！皇上饶命，是娘娘，是柔嫔娘娘她自己持刀，是她陷害奴才啊！皇上明鉴，奴婢只是奉命接生，是柔嫔突然发疯。朕亲眼见你掐他脖子，见你毁他性命，你当朕是瞎子吗？于妃，这就是你给朕举荐的万无一失的人才，统统关进慎刑司！没有朕的主意，谁也不准见，不准死！婵儿，别怕，朕来了，朕在，谁也伤不了你。皇上，真的是您吗？臣妾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。太医，全给朕滚进来！救不活他，保不住朕的皇子，要你们9族陪葬！臣妾本就是草芥，死不足惜，只求皇上补助这个孩子，
这是臣妾能给您留下的唯一念想。臣妾的存在让许多人不安。若臣妾走了，请皇上放过他们吧，别再杀人了。这种时候，你还在为别人求情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不，秋蝉，渊儿，给朕睁开眼！他长了一张那样的脸，只要他没死，我就永远没机会了。疯了！那个疯子，他竟然敢用命来搏！娘娘，现在怎么办？皇上看来是真的动了真情，他这是要拉着本宫同归于尽。刚才那话分明是说给皇上听的，让我成了恶人。他若活着，本宫必死；他若死了，本宫也是嫌疑难逃。那两个奴才，绝不能让他们活着开口。可那是皇上亲口下令要严审的人，咱们的人进不去啊！进不去也得进。找刘福，哪怕是毒酒，哪怕是勒死，必须马上灭口。娘，婵儿这条命，总算是在这深宫里扎下根了。于妃，你想让我死？那我就先让你变成这宫里最毒的蛇。有了，有了！微弱的脉象回来了！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皇上，你醒了，婵儿，你终于醒了！你已经昏睡了2天2夜，真怕你像月儿那样再也唤不醒。臣妾舍不得皇上，更舍不得咱们的孩子。婵儿，你为朕生了一个健康的小皇子，朕谢谢你。朕已经立他为太子了。皇上，这不合理智。在这宫里，朕的话就是理智。你受的委屈，朕都会一点点讨回来。内务府已经审出了结果，那2个逆贼，一个都跑不掉。骨肉计终究是成了，这一刀换来的不仅是太子之位，更是这张脸在皇上心里永远的血痕。说吧，这汤药里加的那2钱活血散到底是给谁喝的？是于妃娘娘，她让我们务必让柔嫔大出血，死在产床上。公公饶命！我们是受人指使，可柔嫔自残也是真的，她真的是自己扎的。混账！主子为了保命反抗逆贼，竟被你们说成自残，看来这骨头还没敲碎。皇上，供词都在这儿了，不仅是这次产房暗杀，连当初兰贵妃的事也有蹊跷。说，那太医招供，兰贵妃并无谋害皇嗣之心，是于妃自导自演。还有，于妃去年的那次小产，其实是因为她腹中早已是死胎，根本保不住，她借机铲除异己，甚至不惜残害自己腹中的死胎。朕竟然宠了这样一个毒妇3年，他把朕的后宫当成什么了？戏台吗？来人，褫夺于妃位分，贬为庶人，即刻打入冷宫，所有从犯统统杖毙。婵儿，那个毒妇已经被朕处置了，以后这朝阳宫由你说了算。柔嫔邱氏温婉淑德，但遇太子有功，晋封柔妃，掌6宫事宜。臣妾谢皇上隆恩。你身子虚，这些虚礼就免了。朕只要你平安，只要咱们的孩子平安。
于飞，你苦心经营多年，最后却成了我登上妃位的踏脚石。谁？又是谁来送馊饭了？是你！你这个低贱的婢子，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本宫面前！哼，于飞，这冷宫的滋味，比起你的储秀宫如何？好手段啊！对自己下得了狠手，那一刀怕是疼得要命吧？只怪本宫当初棋差一招，不该留你这毒蛇在身边，竟让你赢了。你错了，你不是棋差一招，你错在从不把我当人看。你把我推向皇上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也想活，我也想有顿饱饭吃。你这种泥潭里的东西，生来就该被本宫踩在脚下。兰贵妃死的时候也是在这儿吧？当时你应该很得意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敢杀我？我是皇上的妃子。皇上已经忘了你了，在这里死个废妃，就像死只蚂蚁。你敢动本宫？本宫手里还有你的软肋，你那个卖妻求荣的爹！如果你真的杀了他们，那我倒要重重谢你。在我快要饿死的时候，我爹拿我换了粮；在我被卖进宫的时候，我哥抢走了唯一的干粮。这样的亲情，你觉得我会在乎？杀了他们，我正好清静。你以为你赢了？你不过是那个死人的影子，是先皇后的替身。替身又如何？影子又如何？我们这种人，连肚子都填不饱的时候，谁还在乎活在谁的影子里？只要能活着，只要能握住这宫里的权，我不在乎他爱的是谁。你凭什么不在乎？你没有心吗？心，在新者库洗衣服的时候，心早就被冻烂了。送余主子上路。秋蝉，你不能好死，你终究会被这皇宫吞了。娘娘，太子殿下刚睡醒，皇上正满世界找您回去看孩子呢。告诉皇上，我这就过去。娘娘，你托老奴们办的事儿成了。晨儿，是我的晨儿吗？娘，晨儿没让你失望。苦了你了，我的儿，娘让你受苦了。娘，以后在这世上，没人能再把我们分开，也没人能再欺负我们。